拍摄的2流网剧杀青后，我让助理回家去休息，自己则开着2手小破车回到了市中心的新别墅。这栋500平别墅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装修好后第一次住。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别墅区门口围了一圈神色激动的小女生，身上整齐划一的穿着应援服，手里拿着应援道具。咦，哪个顶流也住这里吗？我开车路过时，没忍住朝他们身上看了几眼。TLF 战队、周存、Alive、卫冕冠军，皆是陌生的词汇。我一头雾水，但也没多想，迎着保安一脸凌乱又恭敬的神情，我悠悠回家。洗完澡后，我端着杯红酒来到院子里，准备欣赏月光时，一阵杀猪般的歌声从突然隔壁别墅传出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，感情多深，一口红酒直接呛住。啊，来啊，造作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深吸一口气，把酒杯放下，我怒不可遏地冲出了门。大晚上的这么扰民，着实忍不了。叮咚叮咚叮咚，我疯狂按着这家人的门铃，心里酝酿着各种谴责的话。咔，门开了。我愤愤地抬头，但当看到门内人时，所有脏话却直接噎住了。卧槽，我的邻居居然长得这么帅！门内的年轻男生瘦高挺直，面容冷淡清俊，只是泛着点皮色。他看着我，静默2秒后，声音哑哑地问了句：“怎么了？”面对帅哥，我一向是有极高的忍耐度，我立马换上一副温婉的招牌笑容。你好，我是你家隔壁刚搬来的邻居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家的声音着实大，吵得我不能睡，能否稍微安静点呢？年轻帅哥懒散地倚靠在门框上，淡淡地应了声。知道了，我让他们闭嘴。看着冷，还挺好沟通的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便离开。还没等我回到家时，隔壁的躁动就停了。我美滋滋地继续在院子里欣赏月光和红酒，无意间转头时，发现隔壁的别墅小阳台处站着一个男生，是刚刚那个开门的帅哥。由于他逆着屋内过亮的光，我有点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。我抿抿唇，扭回了头，怎么感觉他似乎在看向我这里呢？网剧杀青后，作为18线胡咖的我暂时没了工作，睡眼惺忪地从我价值6位数的床上醒来，困，真的困。要不是有历史记载，我都以为埃及金字塔是我昨晚连夜盖起来的。困恹恹的洗漱完后，我准备点一些垃圾食品吃。刚下单，门铃就响了，我不由得肃然起敬。现在的外卖小哥都这么拼命了吗？可打开门时，却看到门外站着邻居家的那位帅哥。他那张中了基因彩票般的脸依旧冷淡异常，面上的倦色少了很多。我怔了下，温声开口：“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男生撩了撩眼皮，抬臂摊开手掌，上面躺着一个分外眼熟的钻石耳钉。你的东西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耳朵，却发现空无一物。看来是昨晚去找他的时候掉他家门口了。不仅帅，还拾金不昧。我立马感激地对男生扬起一个微笑。谢谢你。要怎么感谢我？他稍稍偏了偏头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脸上，像个讨糖吃的孩童。这句话其实有点冒犯，但此时我着实有点被鼓住了，依稀间感觉自己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他一样。我回过神，顺着他柔声说道：“你想要什么感谢呀？”男生从兜里掏出手机，嗓音低低地开口：“加个微信。”接到经纪人的电话时，我正在猥琐的视奸着男生的微信朋友圈。然，有个直播活动需要你去参加一下。什么活动？最近不是电竞很火吗？正巧前段时间有个什么来着 TLF 战队，他们拿到了 LPL 总决赛的门票，所以你哥哥就想找些电竞选手和几个明星来个电竞直播，喊你去露露脸。TLF 战队，好耳熟的名字，我没在意，晃了晃头，直接拒绝。我又不会玩什么游戏，去了不是找骂吗？不去。经纪人淡定道：“你哥说不去的话，就停了你的卡。”去，我去。那你最近在家赶紧练游戏去，别到时候是哪款游戏都不知道啊。知道了。唉声叹气地挂了电话时，邻居家男生的朋友圈界面还亮着。他的朋友圈内容少得可怜，唯一一张照片似乎还是和别的男生站在一起的群体写真照，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但是他那张脸蛋却最为惹眼突出。忽的，我视线微顿。咦，他胸前的这3个字母好像是 TLF。我怔愣片刻，没忍住抿唇轻笑了声。原来他是电竞选手啊。周存，游戏 ID Alive， 2003年 X 月 X 日出生于 XXXXX， 英雄联盟职业选手，司职打野，效力于 TLF， 是 LPL 现役灵魂人物。简而言之，电竞圈里现役最帅最牛逼的选手。虽然脾气不好，但迷妹无数。看着百度百科里那密密麻麻的人物简介和彩虹屁，我悻悻地撇撇嘴。想过周存是个弟弟，没想到他是个这么小的弟弟，足足小了我6岁。正唏嘘不已时，刚加上微信的周存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：“周存，来打游戏吗？”这相当自来熟的语气让我有些懵。
周存，他们要道歉，带你上分，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昨晚扰民的歉吗？周存，昨晚吵到你了，果然是这个事儿。我本想拒绝，但是经纪人给我接的直播活动蹦出脑海，我要为了通告练游戏，正好邻居是一对职业选手，这真是做贼的遇见截路的，赶巧了。我微微纠结一下，就痛快地答应。好，我这就来。免费的老师不学白不学，我乐颠颠出门去了周存他们的房子，刚要敲门，门就开了。周存站在门口，墨发垂在额头，漠然纯粹的眸子轻睨着我，似乎等候已久的样子。进来吧。打扰了。我跟着他走进去，发现这里的装修并不是普通住房的风格，倒像是什么训练基地。还没看几眼，几个年轻男生突然窜了出来，笑嘻嘻地和我问好。我就说我存今天怎么突然捯饬自己呢？原来是有女神驾到。叶然女神你好，我们是周存的爸爸。周存直接冷声开口，滚！好活泼的年轻人们，怪不得昨晚的歌声那么惊心动魄。我礼貌点头，着实没忍住问了一句，你们认识我呀？了不得呀，我这个18线胡咖竟然还有如此知名度。正沾沾自喜时，那群男生笑得更贼了。我们 A 神经常看你的电视剧，我们当然跟着就认识了。我一怔，扭头看向周存，他有点烦躁地瞅着自己的队友，嘴里又骂了句，你们很无聊，脸上似乎带着一丝丝像是被戳破了什么秘密的恼羞。看我的电视剧？周存难道早就知道我是谁？我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，周存喜欢看我电视剧这个离奇的事情。细细回想，解出道多年，除了经常去公益领域撒钱，事业方面也是可圈可点。手撕鬼子的沙雕剧养活了全网段子手，还出演了几个爆款偶像剧配角，只是拍一部黄一部。要么男女主双双出事惨遭封杀，要么导演进去踩缝纫机了，搞得我出道多年，归来仍是素人，坚持到现在全靠一腔热爱。而周存这种高冷小老弟竟然能成为我的粉丝，也是相当炸裂的事情。我满眼敬佩地看向正帮我开电脑的男生，勇士啊！许是我的目光过于震惊，周存微一抬眼看向我，眸子黑得透彻干净。怎么啊？没事，我不太会这个游戏，可能得麻烦你教我一下。我立马莞尔一笑，随便玩就行。他起身懒散地靠在椅子上，点开自己电脑里的游戏。我点点头，余光瞥见他的队友们正挤在角落里，贼兮兮地往这边看。那啥，你的队友们不来玩吗？周存啊！周存偏头看了我一眼，认真道：我叫周存。我怔了一下，随即回道：那周存，你的队友不来玩吗？不是要表现歉意，带我上分吗？就我和他玩，有点小尴尬呀。周存朝拥挤的某处角落很随意扫了一眼，那里立马响起一片忙乱的说话声。今晚太阳真好，你们也来这儿享受日光 SPA 啊？那必须来晒我。周存收回视线，他们不玩，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。原以为周存会直接带我在游戏里大杀四方，没成想他只是简单的告诉了我几点操作要领，就带着我进入了娱乐模式。这时身后角落悠悠传来某个队友的吐槽，马德，以前老子心情不好想玩一把娱乐模式，这小子路过给我来了个嘲讽，比赛没送够又去娱乐模式送，哈哈，我 A 神现在在带妹，你个臭还能比吗？周存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随手抄起一个东西就朝那个角落砸去，队友们立马骂骂咧咧地逃窜离开。我被逗乐，嘴角没忍住向上勾了勾。之后周存就带我玩了几局娱乐局，虽然快乐，但我感觉自己依然是个菜狗。这个水平去直播是不是会被骂翻的程度？我有些担忧起来。叶然，不想玩了。周存忽地开口叫我，嗓音低低的，像有什么东西刮过我的耳膜。我不好意思地看向他，能来把真人对战吗？不然我还是有点不懂这个游戏机制。好，他说着便打算切换成匹配模式。等一下，我急忙拉着电脑椅凑到他身边，在他安静的目光里，我轻声道：你先玩一把，我近距离学习一下，好吗，小哥哥？怕求人的语气有点生硬，我又在话尾加了个时髦的称呼。周存肉眼可见地顿了下，随即抿了抿唇，回头继续看着屏幕。我以为他没答应，正想着再求一遍时，一个抬眼就发现周存的耳朵尖似乎红了。不过我怎么总觉得周存有点熟悉，可翻遍脑海也想不起来自己和这么帅的弟弟有过交集。还没来得及想到什么，周存就已经开了把游戏，操作华丽，带飞全场。即使我看不懂，但依然满心的卧槽。不一会儿，我的视线却从电脑屏幕不自觉移到了他按键盘的手指上。长得好看的人，连敲键盘都会让旁人注目几分。年轻男生的手指筋骨利落，干净修长，就是有点瘦，有点苍白。我有点近视，没忍住又凑近想再欣赏欣赏。忽的，周存带着点轻笑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凉凉的，像夏日里加了冰的可乐。叶然，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？我一顿，大脑立刻清醒。我靠，我怎么和个变态一样看人家的手啊？那啥，我
慌乱地抬头想要解释，却由于姿势问题，我的嘴直接擦过了他的脸。身后那些窸窸窣窣的八卦声直接销声匿迹。周存噼里啪啦按键盘的手指顿住，安静，安静极了。在脸蛋开始隐隐发烫之际，我立马一个战术后仰，拉开距离。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也没敢看周存的脸色，我直接连滚带爬地窜回了家，活像后面有狗撵。因为这个插曲，我接连好几天都躲在家里不出去，生怕碰见隔壁的周存提刀过来砍我。年轻小男生那珍贵又纯洁的小脸蛋，被我这个臭不要脸的怪女人亲了一口，造孽呀！可也不知道周存这小老弟怎么回事，明明被耍流氓的是他却淡定地去微博关注了我。他本就是电竞圈最焦点的存在，这么突然的一出，直接将我顶上了热搜。恋情绯闻甚嚣尘上，看着我被电竞粉疯狂开扒的种种话题，我倍感心累。咱就是说，大可不必把我手撕鬼子的片段剪成鬼畜吧，更不必造谣我苦恋周存吧。经纪人对我这突如其来的热度感到懵逼。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种电竞圈大佬的？我悠悠回答，他们的基地在我隔壁，俗称邻居。经纪人乐了，那感情好啊，你正好要直播，电竞大佬正好认识你，多交流交流啊。对了，赶紧回关人家，不然一会儿电竞粉又该刷屏。你这个18线为什么还不回关了？还说你这是典型的运营环剧。我蔫头耷脑地点了回关。没过2分钟，这2天一直安静的周存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。周存，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个问号蕴藏着杀气，隔了好久小心翼翼地回他。我怎么了？周存，叶然，你亲了我，这是来自受害者的控诉。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周存的消息继续跳出来，周存是初吻。周存，所以你想怎么负责？我羞愧不已，立马噼里啪啦地打了一堆怎么负责的话，在点击发送时，手指突然顿住。咦，不对呀，我还没答应要负责呢，怎么现在连怎么负责都快谈完了？这小子搁这儿道德绑架我呢！我删了那些话，直接装死。而周存也没再和我说话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像个好整以暇的猎人，等待我这个猎物主动跳进他的陷阱。次日，经纪人来接我去参加那个电竞直播，这次去了一堆流量小花小生，个个都卯足了劲儿要蹭这个电竞的热度，还有几个专业电竞选手也来。我看了下，今天好像没你那位邻居电竞大佬，我刚刚还有点萎靡的神色，立刻振奋起来，这就完美了。我还担心遇见周存该怎么装死呢，心情一放松，赶通告都不像去上坟般沉重了。直播后台已经来了很多明星和电竞选手，一线大咖的工作人员起码10几个，而我被显寂寥，只有小助理和经纪人，十分符合我18线胡咖的身份档次。化完妆后有点尿急，我便慢悠悠地晃去了厕所。结果在卫生间门外的公共区域，看到2个男生正叽里咕噜地说着韩语，那尖利的嗓门快要把天花板掀翻了。我瞅了眼他们身上的电竞服，可能是今天直播的电竞选手，礼貌地点了点头。我准备绕过他们进厕所，结果这2个男生不知道叽里呱啦说了什么，其中一个直直地把我拦住了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他们面上的猥琐之意，眉心微蹙。有事吗？拦住我的男生用蹩脚的中文和我说，微信你的，给我哦，搭讪。我不用微信，抱歉。说完我直接抬脚就走，估计是看我身边没工作人员，就以为我是什么胡爱豆了吧。这俩男生显然没想到我这个胡咖会拒绝他们，立刻就要上手扒拉我，嘴里各种西巴蹦出来。马德，这不要脸的小棒子！我冷哼一声，刚要给他们来一招黑虎掏裆时，一瓶矿泉水突然狠狠地砸在其中一个男生胳膊上，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棒子吃痛的叫声，以及一道熟悉的默然声线。手不想要了，我一顿，扭头看去时，发现周存正拧着张脸走了过来。他本就是那种清俊冷淡的长相，这么一沉下脸时，更显得让人心颤。我也懵逼了，咦，他今天不是不来直播吗？2个棒子也懵逼了，箍着我胳膊的力道松懈下来，接着我就被周存拽到身边，男生高瘦的身影护住了我。I'm live， 井号百分号美元啊西巴，美元百分号井号西巴。2个棒子反应过来了，开始嘴里骂骂咧咧的韩国的西班牙文学，诚不我欺。周存一张俊脸绷着，像是随时要冲上去打人一般，但奇怪的是他也不作声，就这么任由他们骂。我懵逼过后，生气之情直接冲上大脑。我靠，敢骂他！刚要气愤地上前，让这2个棒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时，周存拉住了我。他睨了我一眼，声音依然冷淡，但韵点揶揄的笑。叶然，想打架？对，他们骂你，我要宰了他们。不急，这还不急。那棒子话里的西巴都能写成一本世界名著了。就在周存刚说完时，男厕所传来一阵动静，几名工作人员神色十分不好看地走了出来。2个棒子瞬间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鹌鹑一样，安静得不得了，眼里满是恐惧和慌乱。
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周存已经拉着我走了。周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几人是联盟的工作人员，也受邀参加直播的。本来私下骂人，联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他俩既骚扰你，又骂了我，还被他们听到，于情于理都不能善了。男生耐心给我解释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他们那么怕呢，那他们会被怎么处罚呀？轻则罚款，重则禁赛一段时间。可以，这下西巴变王八了，我瞬间开心了，眉眼弯弯看向他。周存也看着我，目光黑沉沉的，像是被水冲过一样，在逐渐喧闹起来的后台显得格外专注。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急忙想后退一步，却发现自己的胳膊还被他拉着，有点亲昵。来来回回的人疑惑地瞅着我俩。不出意外，明天我又要被骂上热搜了。周存，胳膊，他低低地应了声，很听话地放开了手，但眼睛依然看着我，目光不偏不倚，眸子里全是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掀起了一片莫名的涟漪，撞得人心口发甜。2个骚扰我的棒子被禁了赛，自然参与不了直播。主办方正焦头烂额之际，突然出现的周存让几个导演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他们当然认识周存，电竞圈身价最高、颜值最高、女友粉最多的选手，有他来，热度肯定不用愁了。看着正扑上去巴结周存的导演们，我悠悠地扭头看向经纪人：“你不是说他不来吗？”“对呀，人家只是来找朋友，没想到不仅救了你，还救了场，一举两得呀。”正对周存犯花痴的经纪人随口解释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对了，我俩刚刚的事情是不是又上热搜了？当然，你苦练周存的事迹已经进化到你故意设计一出英雄救美勾引他了，全网都在说你是小婊砸，他们诽谤我呀，他们在赤裸裸地诽谤我。我45度望天，泪流满面。就在我生无可恋之际，人群里的周存忽地抬眼朝我看过来，眸子乌黑纯然。刚要开口说什么时，我就慌乱地拉着经纪人窜走了。我怕我多和他说一个字，今天的热搜就会离谱到我为他堕胎的程度。直播开始时，不少明星明里暗里的想坐到周存身边，毕竟他的粉丝热度都可以和顶流抗衡了。这免费的热度，不蹭白不蹭。而我则狗狗碎碎地躲着摄像头，摸到一个边缘的位置坐下。这里不错，一会儿直播摄像头也不会太拐这边，连灯光都很弱，完美隐藏。这样骂我的弹幕就会少点，台下的观众也看不清我是谁。我可太机智了。正暗自庆幸时，原本嘈杂的场馆内突然一片死寂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尖叫。我刚扭头想吃个瓜，就看到周存淡着脸走出来。年轻男生高高瘦瘦的，额发微垂，带着点少年人的青涩，又俊美的让人移不开眼。台下的粉丝激动坏了，声嘶力竭地叫着他：“周存 A 神啊，存神！”他真的在现场啊！周存对这些视若无睹，直接抬腿向我走来，在我震惊的目光里，一屁股坐到了我旁边唯一的座位上。我傻了，小老弟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让我今天活着走不出这个录制场馆？不理会我满心抓狂的吼叫，周存姿势闲适地倚在椅子里，手里摆弄着前方的耳机。这姿势引得粉丝更是尖叫连连，而不少镜头和灯光迅速朝着这个角落移来。于是乎，倒霉的我就这么一脸麻木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粉丝、弹幕，我真他娘的造孽呀！就在我思考现在的热搜走向是不是已经来到我带球跑的虐恋情节时，一个白嫩胖子嬉皮笑脸地坐到了周存的另一边。我瞄了眼，这个胖子穿着电竞服，应该也是一个电竞选手。他似乎和周存认识，笑眯眯地调侃着周存：“哟，存宝啊，我坐这里不会打扰你吧？”周存只是不耐烦地睨了他一眼，不作声。胖子也不生气，越过他和我打招呼。我扯起一个僵硬的笑容回礼：“不是我不礼貌，是我的名字不断被台下的粉丝提及，那咬牙切齿的劲儿，恨不得当场上来撕碎我这个18线胡咖。”刚思考要不要起身换个座位保狗命时，周存侧头看向了我，自然地唤了我一声：“叶然。”啊，我没回看他，只是低低地应了声，跟蚊子叫一样。戴耳机。哦，好，我自己赶紧把耳机戴上，想溜的心思就这么扼杀在摇篮里。台下的嘈杂声立刻消失不见，我心里的紧张才消散了点。主持人走了个流程，要拍每个人特写一张。我干巴巴地对着镜头笑了下，而到了旁边的周存时，台下的尖叫声呈几何增长，隔着耳机都能听到。我没忍住，朝着旁边的大屏幕偷看去。周存丝毫没看镜头，而是垂着眼睫摆弄着自己的键盘，眼尾的双眼皮褶皱扇出一个好看的弧度。忽的，他顶着摄像头侧头看向我，视线的落点是我的脸颊。大屏幕里，男生线条利落的侧脸好看的和幅画一样。我顶着侧颊那道熟悉的视线，心里翻腾着酸酸甜甜的气泡。一场比赛，明星们玩得认真，但对电竞选手来说就是一场娱乐放松游戏。我默默地玩着一个丑蛤蟆，被周存带着满地图乱跑。
中途不小心吃掉了他的 buff， 我立马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点错了，没什么事儿吧？周存轻笑了声，没事。胖子一听乐了，戏谑地打趣着周存。想当初我在一把小组赛里偷吃了你一个小猪，你小子直接越塔强杀了我5次，5次对我是多么大的伤害啊！现在你小子竟然肯把 buff 让给美女，我存长大了呀，变得如此双标。我乐意，你管我？周存直接不客气地对回去，嘲讽直拉满。行，不管不管，我们周存宝宝开心就行。胖子笑得更猥琐了，眼睛不住地在我俩身上盯着。我没敢吭气，心里的涟漪已经掀了起来。直播活动很顺利，结束后，我只是匆忙和周存打个招呼就窜走了。经纪人看到我这狼狈的模样，疯狂嘲笑了半天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还笑呢？热搜是不是又嘴我了？经纪人才正色道：对，有黑子造谣你和周存是炮友。我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告，给我往死里告！马德，嘴我一向是懒得在意，但是嘴周存，这我就不同意了。我刚刚已经让工作室发律师函了，你别生气。你自己也可以发微博辟谣，毕竟你的微博已经快被电竞女粉轮炸了。我登上自己微博，原本没几个活粉的微博，最近热度飙升，各种评论和私信差点把我卡出去，着实没勇气看，我直接噼里啪啦的打一行字发了出去。叶然，我和周存并无任何龌龊关系，造谣者将承担法律责任。我发完不久后 ，TLF 战队的官方也发了辟谣声明，网络舆论才压下去点。我心累的吐了口浊气。刚认识一段时间就这么多事儿，那要是我立马拍了拍自己的头，人家和我差6岁，代沟都2个，见色起意就算了，还妄想的太多。从场馆出来后，我本想着直接回家睡大觉，没成想我哥突然来接我去吃顿饭，好久没见他，还真有点想他。我立马乐呵呵地坐上他的车去蹭饭。然，最近你和那个电竞选手走得近，有什么情况？我哥也与着我。我干饭的动作一顿，随即垂眼摇了摇头。没情况啊，就是爸爸送我的房子和他们基地挨在一起，所以认识了。是吗？我哥笑眯眯的，没继续问下去，转头又和我说了其他事情。对了，你小时候资助的那家福利院最近重新装修了，想邀请咱家回去看看，我和爸妈没空，你去出席一下吧。福利院好像是曾经资助过一家。我不甚在意的点头。行，知道了，那我到时候就去一趟。饭后，我哥亲自把我送到别墅门口，我扒着副驾驶车窗，笑嘻嘻和他挥了挥手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忙吧，电话都响了一路了。我哥探身亲昵地揉了揉我的头。知道了，回家吧，记得福利院那事儿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我哥走后，我哼着小歌回了别墅，余光瞥见隔壁的别墅还灯火通明。周存还在训练吗？鞋还没脱，门就被人敲响了。我狐疑地打开门，就看到周存孤零零地站在外面。他沉默地看着我，本就很浅的唇色更是被抿得泛白，冷清又漠然。我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劲，温声询问他：周存，怎么了？他依然看着我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听不出一点情绪。前几天还亲了我，今天就说没关系。叶然，你不想负责了吗？那晚的话题又赤裸裸地抛在我面前，我的耳朵和脸颊隐隐发烫起来。负什么责呀？亲了我就得负责，就不能不理我，还和其他男人约会？周存相当直接地说出来。我懵逼，约会？我和谁约会了？他抿着唇不吭气，气氛突然就尴尬起来。电光石火间，我想到了刚刚我哥送我回家的事儿，随即轻声询问：是不是刚刚那个男人啊？他闷闷地嗯了一声。我乐了，立马解释：那是我哥，亲哥哥。周存执拗伤心的表情一致，眼里似乎有无数的草泥马奔腾而过。就在我想继续说什么时，他顶着一双红透了的耳朵，扭身就走，只是走路姿势相当怪异。他慌了，他乱了，他走路顺拐了。我靠在门边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的小鹿跳得都快上天了。他刚刚那是吃醋的表现吧？到了去福利院那天，我早早的就到了。院长分外热情地跟在我身边，介绍着我家资助的钱都用到了哪里。不少孩子怯怯地看着我，很是可爱。我看着这一草一木，脑海里才有点印象。哦，我当初刚成年，我爸就带我来这里干了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资助他们。当时我也没多想，觉得捐就捐了，反正我家捐的多了，也不差这一个。只是当时正闲逛的我碰到了一个小男孩，所有的孩子都围在我家人身边，想让我爸妈领养他们。可这个小男孩缩在墙角，捧着一本陈旧的书看着。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，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，不只是因为他是个小哑巴，更因为他的眼睛又黑又漠然，干净不已。思绪到此为止，我莫名地勾了勾嘴角，怎么一想到那双眼睛就想到了周存呢？看来昨晚梦到他的后遗症还在。自从上次周存在我家门口落荒而逃后，我接连好几天都梦到了他，醒来就去微信上骚扰他，他次次秒回，一点没有网上说的脾气不好的样子，乖得不得了，就是骚得不敢来找我。
今天事情结束后，我就主动去他们基地找他。既然他对我有意思，那我还矜持什么？必须拿下他。正暗戳戳地酝酿着怎么和年下小狼狗更进一步时，身旁的院长突然兴奋地叫了一声：“周存，你也回来了呀！”我一怔，唰地扭头，便跌入了一双熟悉的眼里。那双眸子黑得纯然干净，一如记忆里那般。我懵逼了，周存怎么会出现在这家福利院？我一脸凌乱的时候，旁边的院长向我介绍：“叶小姐，这位是周存，现在是一名电竞选手，很出名的那种。小时候您来我们这里的时候见过他。当时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和您说的，真是太巧了，缘分啊！”在院长慈和开心的言语里，我模糊记忆里那双眸子也精准无误地对上了眼前的男生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哑巴小男孩，原来他早就认识我。周存站在我面前，他也不吭气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片刻后，我弯起了眉眼，温声开口：“是啊，好巧，院长让周存带我去福利院里逛逛。”我没推辞，周存也没拒绝，我俩就这么在福利院里散着步。我去敲门那天，你就认出我了吗？周存很听话地应着。你开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认出来了，怪不得。他看到我后，诡异地静了2秒。怪不得，我总是觉得他有一点点熟悉。原来他早就存在于我的记忆长河里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低低道：“怕你不记得我。”他话里的语气是消沉的，是卑微的，也是倔强的，连垂在身侧的手都紧紧地攥着，等待着我的宣判。我微抬手，轻轻地贴住了他青筋凸起的大手。在周存骤然亮起来的眼里，我柔声开口：“不会的，我一直记得你，不然我怎么会在时隔多年后依然被你吸引？”从福利院回来后，周存就被进行封闭训练，准备世界赛。他们经理和教练连门都不让他们出，搞得每次我只能在院子里和阳台上的他打个招呼，隔着10几米的距离都能看到他脸上的皮色，很是苍白，但是看到我时却面泛笑意。而我能做的，也只是在他找我聊天时送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加油助威，暧昧又纯情。在他出发去国外比赛的前一晚，他敲响了我家的门：“叶然，你会看我的比赛吗？我画了个饼，我会去看你拿冠军。”他轻笑一声，把我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突然，他抬臂抱了我一下：“我会让你看到的。”“好啊！”我回报了他，笑眯眯地应着。次日，周存便跟着战队飞往了国外。没过几天，世界赛正式开幕。由于时差关系，周存的比赛经常在半夜，我便定了闹钟，一次不落地看着直播，会庆幸他的胜利，也会心疼他的消瘦。小组赛、8强、4强、半决赛，最后到决赛，电竞粉们普天同庆。我看着已经订好的机票，笑得十分开心。总决赛的隆重程度让人啧舌。我戴着口罩坐在场馆内，被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震得耳膜发麻。粉丝们举着各自支持选手的应援条幅，周存的最多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同款应援条幅，看着台上刚就坐的男生疯狂摇晃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场馆内所有人都屏息凝视，我的心突突直跳。TLF 战队先拿下2局，粉丝们欢呼庆祝。可之后的2局又都落败，局势一下就艰难起来，现场粉丝间的气氛一下凝固起来。可周存却依然神色淡淡，从容地和队友进入第5局，一杀、双杀、抢龙、推塔，被反推、被反杀。最后，周存顶着压力和队友配合，强势开团，绝地反击。在粉丝们声嘶力竭的欢呼声里，对方防御塔被推倒，他和他的队友赢了。摄像头给到了周存，他一向冷漠的脸上尽是恣意的笑容。我攥着被汗湿的应援条幅，也和其他粉丝一样疯狂大喊。颁奖典礼过后，主持人激动地问了周存一个问题：“A 神，粉丝们说最后一刻带领队友拿下比赛，将成为他们心中的信仰。那你的信仰是什么呢？”场馆内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等着他的回答。周存接过话筒，对着我这个方向轻声说了一句话：“叶然。”我的信仰一直是叶然。世界冠军当众表白18线互咖位女粉丝的事儿，瞬间被顶上了热搜，无数电竞女友粉又气又爱。而我的名号也从倒贴周存的那女的，变为了周存暗恋的女神。名声转变之快，让我瞠目结舌。不一会儿，我那没几个活粉的微博在万众瞩目下更新了一条动态：叶然 TLF 周存 Alive 带我玩游戏吗？周存转发 TLF 周存 Alive 好。周存番外5岁之前，我不知为何依然不会说话，父母便将我扔在了马路边。寒冬腊月，我冷得缩在路边，无声发抖。是福利院的院长捡到了我，将我养在了福利院里。院长姓周，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周存，意为活着，活着就好。院长也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次，医生说声带没问题，说话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可我却依然说不出一个字。之后我除了上学，便一直生活在福利院里，瘦小且自闭。直到12岁那年，来了一家有钱人，
奢华的汽车，光鲜亮丽的衣物，从上而下透露着资本主义的气息。这些年，有不少有钱人来福利院作秀，所以我并没有对这家有钱人过于关心。一个人坐在福利院的一角，看着泛黄的书。你在看什么呀，小弟弟？一道柔和的女性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带着点南方女性特有的软糯腔调。我翻书的动作一顿，抬眼看向他，是今天来的有钱人。他弯着好看的眉眼，眸子里满是柔和。我抿了抿唇，合上书向他展示了一下。是电子游戏大全啊，你喜欢里面的游戏吗？我点点头，喜欢，但是玩不了，因为福利院只有一台老式电脑。我以为他象征性地说2句话就会离开，像之前那些有钱人一样虚伪。可是那天他在福利院陪了我很久，即使我一句话都没说。第二天，院长就喜气洋洋地说，昨天来的有钱人给福利院捐了一大笔钱，还有一些设施。所有人都开心不已。我摸着那些电脑，垂下了头。再过几天，那个女生和家人又来了。她站在院长旁边，言笑晏晏，恍若神明。忽的，她看到了角落里的我，抬手对着我招了招。我没忍住，向她走去。小弟弟，有电脑玩了你不开心吗？她轻声打趣着我，即使知道我不会回她。可这次，在院长和他震惊的眼神里，我压压地开口：开心。周存番外2，高中毕业后，我就进入了一个 LPL 2流战队当青训生，最后进入一队，一步一步带领战队成员打出名号。训练基地从一间平房迁到富人区的别墅。经理有一次突发奇想，想改个名，队友们叽叽喳喳地开始说着。我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，缓缓开口 ：The Last Face PLF， 最后的信仰，队友八卦。儿子，你说这个新队名的时候，怎么笑得这么荡漾？就是比看叶然的电视剧时还猥琐。我至今不能理解，你为什么那么爱看叶然手撕鬼子，癖好真特殊啊！我的存，我瞟了他们一眼，懒得搭理，但嘴角的笑却有些没掩盖住。战队更名后，一步一步走得更为顺利。20岁那年，我带着战队首次拿到了世界赛的门票。那晚，队友们兴奋地在基地里飙歌，我觉得吵，便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吹风。刚想点根烟时，一辆破破烂烂的 QQ 车停在了邻居家门口。接着，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下了车，她无忧无虑地哼着小歌进了别墅。我僵在那里，手里的烟啪嗒掉在了地上，狂喜之情席卷全身，让我喉间一片艰涩。是叶然，他成了我的邻居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看着他端着红酒走进院子，看着他被队友们的歌声镇住，看着他怒气冲冲地走向我们基地。我转身就往门口走，队友们疑惑：存宝干啥去？有人敲门吧？这小子不是最讨厌开门吗？我充耳不闻，只是在敲门声响起时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门。对着瞬间发愣的他，我干涩地开口：怎么了？晚安。